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，现在开庭。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赵东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，其行为已经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2条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赵东秘密窃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经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4条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赵东一人犯两罪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69条，应当数罪并罚。本院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审判长，起诉书宣读完毕。被告人赵东，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，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一致吗？一致。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以及认定的罪名，你有意见吗？有。俺承认，俺是拿了他的财物，但是俺没有杀他呀。肃静。公诉人，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？没有了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，有没有问题要对被告人发问？有。请讲。赵东，你是不是说过要杀死张强？俺是说过，那也不能证明是俺杀的呀。你和你老公吵架，你有没有说过要把他给宰了？那也不能说是你杀的吧？当天我老公有没有去找你？他打电话说找我来，可他没来。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尸体。俺承认，俺把他身上的钱和首饰拿走了，但俺没杀他。你老公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？那谁把他杀了？那谁知道？既然你发现他死了，为什么不报警，还要拿走他身上的钱？他已经死了，他欠俺的钱那是铁定拿不回来了。俺从他身上把钱拿走，弥补一点损失，怎么了？是，俺从他身上拿了钱，那俺也不敢报警啊，俺也害怕呀。辩护人，请发表你的意见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对于被害人张强的死亡，我深表遗憾。我的当事人赵东从死者身上拿走钱财的行为的确不妥，但是如果因此就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，辩护人认为实属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所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。我知道了。好，你放心。韩明。啊。他怎么去看他身上？这里面有问题啊！行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队长，查一查华正集团的老总丁红和张强3年以来所有的通信记录，还有财务往来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小荣，明知道会输，你怎么还那么高兴啊？这种书呢，虽败犹荣，相信高处已经有发现了。哎呀，真是不枉高处对你的一番心思啊！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你看我这个嘴怎么就说漏了呢？明明就是想说嘛，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听小韩说，高处前几天就知道卡洛斯这件事了，之所以没有提前回来，是想给你一次出庭的机会。在众多旁听赵东审理案的人里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人——丁红。为什么你一见到丁红就这么敏感？张强是做建筑装修工程的，丁红当初公司的主要业务
就是提供建筑施工材料。这2个人有业务上的交叉。你是怀疑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，以后呀，他们之间产生了经济纠纷，2个人之间出现了矛盾。循着这条线，我们让公安机关来调取了这2家企业的业务往来。果然啊，你看丁红在入主江东集团前的公司，跟张强的公司在表面上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，但请注意这2家公司：星登公司、网讯公司。这就是说，这2个单位就是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的壳公司。没错，他们在用壳公司签合同走账。高处，为什么要用壳公司？避税啊！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。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抓到真凶，也不枉我们故意输一场。高健，抓紧时间继续跟踪。是。这是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，李立明交通肇事致死案移送到本院审查起诉。这个案子，区检察院认为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肇事案，而且最后的延长期也已经快要到了。其实，本案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肇事司机是否存在杀人的故意。的确，但是整段视频存在盲区，我们看不到撞人的过程。只能看到司机下车，司机的口供里一直在强调他没有看到小女孩跑过来。而且在他压过去的那一刹那，他自己以为是在过减速带。我个人认为，单凭此次鉴定的结果，就判定嫌疑人有杀人的故意，我认为还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。从撞伤到撞死，往往就是肇事者一丝的恶念和瞬间做出的错误的决定。就这样类似的交通肇事案，我办过都不止1例了。你说的也没错，单从我个人感情出发，我听过这个司机报警时候的录音，那种忏悔之意跟当时紧张的程度是装不出来的。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。喂，你好。朱一梦的妈妈来了，闹得很凶，请高处过去看一眼吧。好，知道了。高处，朱一梦的妈妈来了。这个案件啊，我女儿这个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，公安人也抓了，几次3番的卡在你们检察院这儿。啊！怎么老是要退回来补充侦查？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啊！您别激动啊，先喝口水来。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但是我们检察院呢，有检察院的职责，也有我们的程序。什么程序？退回去补充侦查，并不是放了嫌疑人，而是要提取足够的证据，来证明让我们的指控能够经得住考验。这个肇事司机到底是不是凶手？以什么罪名来起诉他？我们正在研究决定，很快会有个结论。我女儿死了，已经死了。你们收了那个人什么好处啊？请您注意一下你的言辞，这里是检察院。小荣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是你女儿发生这样的意外，你能等多久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放心，我们一定讲事实，讲证据，很快会有一个结论，好吗？你少糊弄我！你们一天不起诉，我就天天来检察院。别着急呀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的。真是。行了，很正常，去现场再看看。你好，
问一下，叫我吗？这平时停的车多吗？这儿多，一到下班的时候吧，这儿就跟停车场特别多。那这有一个减速带，怎么没了？拆了。拆了多久了？拆了有小半年了吧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喂，高健，好消息啊！昨天晚上小韩在走访中发现了新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一家超市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下了朱一梦车祸案发现场的全部过程。太好了，你赶紧把光盘送过来。马上就送过去。好。看，又被撵了，对吗？怎么样了？证据审查的怎么样了？视频上可以清晰可见，整个事故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一梦突然闯出来，事故发生到车辆制动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。在这几秒钟内，车速很慢，但很显然，事故已经造成了。第2个阶段，顿挫后继续前行，对受害者进行2次碾压，车速较快，但依然很平稳。第3个阶段，肇事司机下车查看情况。哎呀，满地都是血哦！呀，赶紧打幺1。哦，这是不是可以理解？2次碾压不是司机故意的。我仔细的审看了，司机并没有要主动造成2次碾压的动作和想法。那他有反应时间吗？反应时间很短。那如果是这种判断的话，就不能确认是故意杀人。不能，还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更合理一些。那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一个想法，但不知道合不合适。说。我认为在级别和管辖的规范内，不应该由我们来起诉，应该由区院来起诉办理这个案子。但是这可能会对受害人的家属造成再次的影响，他情绪波动会很大，而且区院也会认为我们在转移矛盾，可能反应跟效果会更不好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能不能跟法院协调一下，还是由我们来起诉，他们来审理这个案子？毕竟社会关注度比较高，我们来起诉，中院来审理也是合理的。怎么了，高叔？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但你的想法很棒，给你鼓掌。哎，那你什么想法呀？我都给你鼓掌了，你还有必要知道我的想法吗？这什么情况？他这人怎么高兴还不让人痛快了？受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，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，支持公诉，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。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，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。下面，我们先梳理一下不存在争议的事实。被告人李立明驾驶车牌号为江 A43532的小型汽车，在本市富民巷经过时，将被害人刮倒在地。此后，被害人又被李立明驾驶的小型汽车碾压致死。根据最新的监控视频证据显示，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只有24秒，也就是这24秒，带走了朱一梦年轻的生命，带给了他的家人无尽的悲痛。被告人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？交通肇事还是故意杀人？这两个罪名在刑期上有天壤之别，究竟认定哪一个罪名，取决于那短短的
24秒时间里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为此，公诉人在一遍遍梳理本案的证据后，认为被告人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，理由如下：首先，富民巷路况复杂，李立明驾车经过时存在客观上的视觉盲区，并没有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。其次，肇事车辆经过路段曾经有减速带，被告人依照驾驶经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这一辩解具有合理性。因此，本案只能认定李立明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。杀人犯，他是杀人犯。肃静，请公诉人继续发言。谢谢审判长。朱一梦值得同情，她是一个无辜的少女。我相信，这令人窒息的24秒，是一个永远的遗憾。如果人心是个法庭，我也相信，你们已经完成了对李立明的道德审判。但我需要请大家注意，道德评判只是一个价值判断，并不是法律判断。而法律要确定李立明的罪名，必须依靠事实，依靠证据，而不仅仅是道德。肇事司机可能有盲区，但法律没有盲区。好好把这整理好啊！摘到，这是早上一个村民发现的。一接到报案，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根据现场的勘查，发现了一柄锄头，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凶器。保护好现场，马上把锄头和其他证物送技术室分析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死者右手手腕上发现了有表带的压痕，可是这表却不见了。我怀疑是在凶手袭凶之后把表给拿走了。回去再说。哎，老乡，你好。最近村里来没来什么陌生人啊？没发现来陌生人啊。那死者和其他村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啊？我想想啊，他跟那个李新华吵过架。李新华在没在这儿啊？李新华在那儿，李新华在那儿呢。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！你抓我干嘛？跑什么跑？走！你抓我干嘛？走！你抓我干嘛？你抓我干嘛？你抓我干嘛？走！这儿就是案发的现场，这儿就是发现死者尸体的地方。凶器是什么？锄头，在这儿发现的。锄头上边有死者的血迹和李新华的 DNA。这2天这地方下雨了吧？案发当晚下了一场大雨，但是我们还是在锄头上找到了死者的血迹。这雨大概是在2点钟左右停的。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经法医的鉴定，大约在凌晨的1、2点。也就是说，案发的同时正在下雨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行，你再去一趟刑警队，把案件详情跟老马了解一下。你从刑侦这个角度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。我现在去啊？现在去啊？他们都下班了。哎呀，快下班了是吧？完了，下午。今天下午小双他们家长会。马队，高处让我们来重新梳理一下案情。坐吧，小韩，详细介绍一下。
这是那天我们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。这是死者王丽，17岁，死在自家的包谷地里。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我们初步断定为强奸未遂，死者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。另外，我们根据调查，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把锄头，锄头上有同村男子李新华的 DNA， 而且死者额头上的伤口与这锄头的形状基本吻合。另外，我们根据调查还发现，李新华有前科，而且有作案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走访证实，在前一天，李新华和王丽发生过口角。我们当场就把李新华抓获了，而且在李新华家中搜出了衣物和手表。小柔、小波，我们都去过现场，你们觉得这个证据链够完整不？听起来证据链比较完整了。这就叫完整啊！小海，带他们俩去听听犯罪嫌疑人的口供，回来再商量。好，好，是。包就放这儿。好。小铁总，我觉得有件事需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江东商行的行长蓝和培给丁红来过电话。丁红是从江东商行收购了江东集团，他们之间有联系，正常。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，蓝和培跟丁红说，让他不要步董事长的后尘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是内线电话，我不方便往下听啊。李新华，我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，找你来了解一下案情。我是冤枉的。我们来就是为了查明事情真相。你们相信我是无辜的吗？有没有在用证据说话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能仔细回忆一下吗？那天我跟几个朋友去喝酒。来，马上！到饱了啊！倒上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多喝！不好意思。什么叫呀？怎么端菜呢啊？不好意思，你喝多了是不是？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擦开。我这是今天新买的衣服啊，我给你擦干净。是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喝呀？我回家换衣服去。行。哎，换完衣服抓紧时间回来。我看见王丽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我当时很害怕，转身就跑了。你没拿什么东西吗？对了，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？我有犯罪前科，又跟王丽吵过架，我怕别人怀疑到我身上，所以当时我就没敢说。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你们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啊！那你看见警察为什么跑啊？我拿了他手表，然后那天你就径直走过来，我以为你要抓我。我当时心里很害怕，我想这下完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你怎么今天专门跑到刑警队来接我呀？这正好顺路嘛，时间又赶一块儿了。怎么了？你不害怕呀？害怕什么呀？你不怕我妈突然上车呀？哇，你干嘛呀？
你真怕成这样啊？红灯。哦。你跟高双最近怎么样？还行。什么叫还行啊？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13岁，青春期，思想发育、身体发育的时候，而且他对母亲的爱也是渴望的、需要的。我觉得你还是让他和妈妈见一次面，这对他接下来的成长是绝对有帮助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我考虑一下。李新华的裤子上有泥，案发当天下过雨吧？那一场大雨。那这个点就对上了。不对，你说的不完全对。你别忘了，案发当时2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斗。第一，裤脚上泥点子不可能这么均匀；第二，绝对不可能只有裤脚上这些泥点子。这就是疑点之一。听见了吗，小韩？当公安的还不如一个黄毛丫头细心呢，丢不丢人？谁是黄毛丫头啊？开个玩笑也开不起啊！工作呢。女人，感性动物。还好你没干公安，看我怎么整。还好我不是公安。那我再考考你呗。说。在锄头上发现了李新华的 DNA， 你怎么看？案发当时正在下雨，按理来讲 ，DNA 属于水溶性物质，是不可能在下过雨后提取到任何人体 DNA 的。那为什么提取到了李新华的 DNA， 又为什么只提取到了他一个人的 DNA， 而被害人的却没有？你给个解释吧。你都看出来了，我能结案吗？我能起诉吗？我这个算草菅人命吗？不算。算不负责任吗？不是。只有一种可能，被害人在被害的时候是在雨中进行的，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李新华呢？我推测啊，可能是雨停之后来到了犯罪现场，无意当中碰到了现场的锄头，留下了痕迹，有可能吗？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听到你们聊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这个，你给我讲讲。这个佛牌原产地是泰国，价格昂贵，不可能是被害人，也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，而且在尸体底下发现的。我怀疑是凶手故意留在犯罪现场的，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。按我们的行话来讲，这叫标记行为，要么就是挑战法律，要么就是自我救赎。有这种心理畸形的罪犯，凭我的经验，他会再次作案，而且还会在现场留下标记。知道怎么回复高见了吗？还有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当时我也恨你。丁红那么欺负你，却在旁边袖手旁观、落井下石，我恨不得……刘丽，在你的复仇名单里，是不是也有兰叔啊？兰叔，我再混，再不懂事儿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。你那是职责所在，也没有办法，我理解。可是，你得理解理解我呀！我回来了，有难处，您得帮我不是？您可不能像当初那样对我们铁家不闻不问了吧？可我怎么帮你呢？您想帮，就能帮。有色金属的事儿，我参与定了。论实力，论交情，论脑力，我铁力都是不二人选。
兰叔，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我想想，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我爸当年说过啊，但凡兰叔说这事容我想想，就说明他已经答应了。我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兰叔，合作愉快啊！我现在就去找邱炳森起草协议。兰叔，来抱抱。谢谢兰叔，走了。邱总，哟，来啦！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您坐，请坐。蓝行长，答应了？你说呢？我就说嘛，哎，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哎呀，必须的，携手共进，再创辉煌。不过，蓝行长交代了，说这件事情啊，要按照正常程序办理，尤其要守规矩。那是当然的，蓝行长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小铁总啊，以后啊，这个发财道路上，还望小铁总多多指教。哎，你看，我把我们的合作书都做好了，以后世华集团的经营和管理就辛苦你了。合约不过就是一张纸，防小人不防君子。最重要的是合作愉快。爽快！干杯！干杯！铁力来找我了。什么事啊？他想进咱们有色金属交易的项目。您是什么意思呢？前期的运作需要钱，让他带投资进来，用他的钱买单。让他一起加入？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。是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哎呀，我说宋明，你怎么走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像个幽灵似的，吓我一跳。什么幽灵？我看你是干亏心事了吧？怎么亏工作上的事？谁？铁力。铁力，查得怎么样？铁叔的死跟邱炳森没有关系，他是后来的。我决定去趟这趟浑水。蓝和培能相信你吗？一会儿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啊。喂，小柔阿姨。小双，怎么了？我想见你。好，你在这等我。
我真服了高处了，今天双双走，他也不说送不送。可不是嘛，小柔去哪儿了？明知道今天高处心情不好，还不老老实实带。是我呢。小柔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没被发现吧？没有，放心吧。哎，小柔，高处今天一直在那儿干坐着，跟雕塑一样，心情特别不好，那个眼神里特别忧郁，特别像一个演员。演员叫什么来着？一个演员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别想了，电视剧看多了，知道他心情不好还不好好工作，找骂呀？哎，我跟你俩说啊，我还演过电视剧呢。我还当过导演呢。预备，开始。安全到了美国之后，给我发个信息，报声平安。飞翔的蒲公英，不是真的勇敢，是远方有呼唤。扬帆起航的船，不是为了走散，是寻找。你怎么没走啊？我要走了。我发现我舍不得你。你妈呢？他回美国了。我去接双双的时候，顺便跟他聊了两句。他说他特别理解，
等有空了会回来看爽爽的。李新华的裤子上有泥，案发当天下过雨。其中一个叫丁天的买了3块这样的佛牌。没骗你，还真有事儿。对，你下来，我在你们的主楼地下通道里等你了。好，哎，对了，别告诉别人啊。大宅，小韩，播出这张。好。
江东职业技术学院发生了命案。掉头。是。别拍了！队长，通知法医，尸体马上送检，其他人落区盯田家。队长，证据不足怎么抓人啊？少废话，出了事我负责，马上拘留。是。丁天儿，你涉嫌强奸杀人一案，我们现在对你依法进行询问，请你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姓名？丁天儿，年龄？26岁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丁总，您的儿子因为涉嫌杀人被拘留了。小柔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家世华公司啊？有啊，他广告做的铺天盖地的。这家公司主要是投资的，它重点推进的项目有不少，其中还有你看，海外有色金属、矿山项目。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最近这个金融犯罪有上升的趋势，得留意一下。好像是有点奇怪，他投资回报率太高了。回头你找经侦的张道华，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关注一下这个公司。嗯。610玉米地谋杀案之后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佛牌的来路和购买者的排查。经过大量的排查，我们锁定了几个购买者的身份，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丁红的儿子丁天。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当晚，我预感到要出事，准备去丁红家布控。就在去的路上，接到了报案，江东技术学院发生命案。我们立刻赶往校园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杀人凶手已经逃走了。而且现场发现了同样的佛牌。作案工具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这是法医的鉴定报告，被害者的伤口形状非常独特。有一点我还是没想通啊，就被害人刘婷跟嫌疑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地下通道？那么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刘婷被嫌疑人劫持过去的。如果是这种的话，那不管那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，都应该是晚自习下课的时间，那条路上会有很多学生，他怎么做到的？第二，那就是刘婷在地下通道遭遇犯罪嫌疑人是巧合，那这种巧合就很可疑。他们都瞒不过你。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被害人和嫌疑人认识。两个大案发了之后，我们对死者进行了社会调查，发现了一个共同点。现在请原告提供本案的借款证据。好。
事啊？把他给我的借据弄丢了，我的钱找谁要去啊？您冷静点，先坐下。既然没有证据，凭什么向我的当事人要钱？审判长，鉴于本案涉案金额巨大，我提议暂时休庭，等律师查找相关资料后，再择日开庭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叶律师这么慌张过。如果找不到欠条，咱们律所的招牌可是砸了。请进。小铁总，叶律师来找您。进来，进来。好，叶律师请。怎么，想通了？我今天过来，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，那就是私事喽。来，坐，我给你泡茶。不用了，我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想可能是昨天我来你这儿的时候落在你这儿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。很少看到你这个样子啊，说话吞吞吐吐的。不过呢，倒是添了几分可爱。子佳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啊就是太强势了。但凡温柔点，我们家建哥也会对你另眼相待的。你要没看见就算了。2000万的欠条。也不知道是谁啊，这么粗心大意的丢下来。能还给我吗？当然。谢谢。卡米洛特签署世华集团法律顾问的事儿，还请你不要迁怒邓凯文。不会，那就好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所以我不会迁怒凯文的。本来想请你帮忙劝劝凯文，让他放弃世华的合约呢。你这想法还挺奇怪的。你要知道，凯文是一直站在你这边的，请他来的人是你，现在想让他放弃的人也是你。铁力。你又不是小孩子，是不是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和立场？总之这么变来变去，你会给朋友增加不必要的麻烦。是。谢谢你还我欠条，我走了。慢走。咱肯定认错人了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王建国，我没认错人。到世华公司闹事的是你吧？大哥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这么一闹，让警察盯上，
你是想断我们老板的财路吗？大哥，我怎么敢断你老板的财路呢？都是我的错，让我混蛋。你不是约了警察，明天中午在世华公司见面吗？我去，我不够。不，你必须去。至于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？你女儿，你老婆在哪儿，我都知道。我懂。哎，张警官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张警官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现在是世华的法律顾问，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找我。好，有人报案，世华诈骗。我们世华是合法经营，怎么会有人这么说呢？所以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嘛。报案人是不是一个叫王建国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现在就在这儿，要不要一起见一下？好啊，行。我今天是被银行的盗版信息给吵醒的，一个接一个，都是真金白银的，就是吧？不是，你不会是托吧？你把手机给我们看看，啊？不信？来看，有评论什么的看一下。你看啊，计时到账4500，我没骗你吧？人家早就打给我了，我是没看见。王建国，喂，关大哥，严肃点啊！你怎么回事？前2天刚报的案，怎么今天就转向了？我没转向啊，我那都是误会。公司呢承诺我的都给我了，那我还报什么案呢？我警告你，报假案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没问题。有什么错呢，我都担着。但是您不能不让我说实话，我不能诬陷人家公司啊，都是误会。那你的案子呢？我撤销，我撤案。公司这么赚钱，我还去告人家，我脑子有病啊！张警官，看来这是一场误会。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，这种情况应该不予立案吧？立不立案，你说了不算。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吧。张警官，请到办公室喝杯好茶。不必了，我们走。警察大哥慢走啊！这么说，那这个投资还真可信啊！哎，连警察都查不出问题来。哎，我要签合同。我也签。来，排好队啊！来，到这边，咱们排队啊，排队。大家排好队啊！好。谢谢大律师。哎，谢什么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铁力公司的法律顾问是凯文。是啊，而且在世华被客户举报之后才上任的。那你们对世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？看着是没什么问题，可那客户明明挨着打才报案的。可道华他们去查的时候，他却向着打自己的人说话，这是不对头啊！这个，我去见见凯文。对，你好好问问他啊。律所新买的咖啡机，你给打个分数啊。今天到底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我能来找你，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儿吧？世华集团请你当法律顾问了。准确的说，世华公司请我们律所担任法律顾问团。具体负责什么业务，对方随机指派。说实话，这公司你到底了解多少？说实话，我一无所知。一无所知，你怎么处理他们的法务问题啊？我以为你来找我聊天呢，你真的是来查案的。你能别废话吗？好好回答我问题，凯文。我们这也才刚接手没多久。怎么可能对对方公司知根知底儿？怎么可能？好，如果你们真的收入不深，那当然最好。如果有问题，我知道，我会向您举报，放心吧。
你应该知道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。铁力那边不管什么动作，我都希望你能把握好方向，你懂吗？你都亲自到我办公室来了，我能不懂吗？李总，来，敬你一杯。今儿这个事儿办得太漂亮了。秋哥，业务方面的事儿，相信我，听我的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说实话，警察这一来呀，我真有点提心吊胆。但是警察一走，我们的投资额那是蹭蹭往上涨。没想到，是警察同志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背书。你想啊，我的钱也在里面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有问题啊？今儿晚上我请客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啊。高处，哎，丁天已经被捕，公安机关正在讯问。他们说，一旦有任何进展，就会立刻移送。这个案子一定要慎之又慎啊！通知刑警那边，证据一定要充分完整，避免武断。坐。你好奇怪啊！对于这个案子，你跟马队说的好像……我和马队啊，在10几年前认识这个丁点儿。你们认识？对，那时候我们刚刚政法大学毕业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到公安局见习刑侦工作，我跟马立行分在一个队里。突然有一天接到报案，说有一个初中男学生示爱被拒，绑架了一个女学生，我们就一起赶到现场了。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刀放下！我不管，谁叫他把我喜欢的事情说出来，弄得全班沸沸扬扬的。后来那个男学生就把那女孩子从楼梯上给推下去了。那女孩后来怎么样？颈椎受伤，高位截瘫，成了植物人，一辈子要躺床上。从那以后，马立行一直以爸爸的身份照顾那个女孩子。那这个丁天后来怎么样？当时还不满16岁，从轻处罚，判了5年。他出狱以后，你们也没有再见过？没有。喂，喂，高处，今天这个案子，马队已经申请回避了，他让我给你打电话，希望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。好。小云，胖了啊，白了。闺女，还记得当年追你那坏小子丁天吗？爸爸把他抓起来了。这次爸爸不会放过他的。小铁总，现在你看看我们世华的收益，那真的是非常可观啊！10成的利润，有7成转去给了别人的账户，你还高兴了起来，真是服你了。如果不是小铁总加入世华，这3成拿不拿得到还不一定呢。铁总，我敬你一杯。好啊。不用理会。来，干了啊！
没事吧？我可以。晕。你真的可以吗？好了，我回去了。不然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可以找代驾。可是你这个样子，我不放心。不然先找个酒店住下吧，好吗？香水味道很不错，很适合你。谢谢。有品味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走红。宗信可以，对他可别动真情。你怎么了？我叫你半天，你怎么？你放洗澡水呢？你等，先把衣服脱下来。这么大酒味儿，你跟谁喝酒了啊？水打开了啊！哎，你别这么睡啊，擦把脸先。我不是去睡。跟谁喝酒？喝这么多。铁丽，你。这是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，你涉嫌故意杀人一案，我们现在对你依法进行讯问，请你如实回答。姓名？之前不都问过了吗？我问你话呢。丁天儿。年龄？26岁。丁天儿，你在侦查机关讯问你时所说的是否属实？不知道。是不知道所说的是否属实，还是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在讯问笔录里说，你是要强奸被害人，因为被拒绝，所以杀害了他。不对。丁天射了。因为什么？杀人。确定是他干的吗？十有八九吧。那你为什么在笔录上签字啊？笔录上签字也是错的，我当时就是问路，后来我就离开了现场，后来发生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又承认自己杀害了被害人刘婷呢？当时有人打我。打你？是他们吗？你可以说出线索，我们去查，所有讯问都全程录下。
刘婷被捅了好几刀，腹部动脉被刺穿，鲜血流了一地。那种血量跟速度，应该喷的到处都是吧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是什么？顶天的衣服。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他。顶天被抓的那天，我问过他们家保姆，他亲眼看见顶天在偷偷的洗这件衣服。关键是洗完之后，他又给扔进了垃圾桶。这保姆贪心呐，就给捡了回来，想拿回家给他儿子穿。我觉得顶天这个举动有点反常。这件衣服或许对咱们会有用的，我就给弄了回来。一个公子哥竟然自己洗衣服，很有可能这件衣服就是丁天办事那天穿的。就算是衣服上的血迹也洗干净了，对咱们还有用吗？想要查出血迹，有的是办法。有一种叫卢米诺试剂，我们叫它发光胺。血液的浓度即使到了1/1000，哪怕被稀释了100倍，都不在话下。不关系的有多干净，它都会让沾染过血液的东西在黑暗里发光发亮。你忘了一个东西能洗干净？漂白粉啊！没有人告诉过你，漂白粉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过了1、2天之后，沾染过血迹的地方还是会呈现出来的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你这个年纪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啊？大姐，我这个年龄一定要有女朋友吗？啊，女人多麻烦，多可怕！那你为什么要去招惹刘婷？那是另一回事儿。我说我没有女朋友，并不代表我没有女人。像我这样的身份，我缺女人吗？都是他们主动上门找我，我就玩玩。她很漂亮吧？不知道，你烦不烦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不认识。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病。检验报告里没有体现你有什么病。我真的有病，我真他妈难受，我不知道，让我走吧。如果有病，我们可以让医生来；如果没有，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哎，给我支烟，给我烟。这里不允许抽烟。给我支烟。对你的态度。我就要你支烟，给我支烟行不行？给我支烟，我就他妈承认是我杀人了，行不行？凶器呢？我不知道，给我支烟行不行？给我烟。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？给我支烟。丁天有毒瘾，现在发作了。我有烟。子瑶，现在情况越来越危险了，我必须和你做出了断。